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主食是我们每日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为我们提供了能量和营养，维持了我们的正常生理功能。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主食都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有些主食甚至会增加我们的患病风险。那么哪些主食是最不健康的呢？是馒头吗？馒头看似简单无害，却可能会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医生劝告，以下4种主食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1. 馒头，高血糖、高血压、肥胖的罪魁祸首。馒头是中国人最常见的主食之一，也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馒头由面粉发酵制成，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看似无害，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馒头的危害也很大。首先，馒头的糖化指数很高，达到70以上。GI 是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进入血液后对血糖影响程度的指标。GI 越高，说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成葡萄糖，并进入血液的速度越快，导致血糖升高。长期摄入高 GI 食物会增加患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等慢性病的风险。馒头中含有较多的钠，钠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但过量的摄入会导致水肿、高血压、肾脏负担等的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钠不超过2000毫克，约等于5克的食盐。而一般市售的馒头每100克就含有约165毫克的钠。如果每天吃2个馒头，就已经摄入了330毫克钠，占推荐量的 16.5%。如果再加上其他含钠较高的食物，就很容易超标。馒头中缺乏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一种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血糖升高，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胆固醇等。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克以上，而一般市售的馒头每100克只含有 1.3 克膳食纤维。如果每天只吃馒头作为主食，很难达到膳食纤维的推荐量，容易导致便秘、肠癌等的疾病。馒头是一种高 GI、高钠、低纤维的主食，长期的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医生建议我们尽量的要少吃或者是不吃馒头，或者用粗粮、杂豆、薯类等替代。2. 白米饭，胃癌、胰腺癌、痛风的隐形杀手。白米饭是中国人最常吃的主食之一，也是很多人认为最安全的主食之一。白米饭由大米研磨去除外皮和胚芽制成，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白米饭也有很多危害。首先，白米饭的 GI 也很高，达到了64以上，这意味着吃白米饭会迅速的提高血糖水平，造成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是一种激素，它可以促进葡萄糖进入细胞，降低血糖。但是长期过量分泌胰岛素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是一种代谢紊乱，它会使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导致血糖升高。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病、肥胖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隔夜的白米饭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一种化学物质，它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亚硝胺。亚硝胺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可以损伤细胞 DNA， 导致突变和癌变。亚硝酸盐在高温、低酸度、缺氧的条件下，更容易的转化为亚硝胺。而白米饭在加热、储存在加热的过程中，就可能产生这些条件。因此，吃白米饭会增加患胃癌、食道癌、肝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白米饭中缺乏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又称硫胺素，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可以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生成能量和神经递质。维生素 B1 缺乏会导致脚气病、神经系统损伤、心脏功能障碍等。而大米在去除外皮和胚芽后，就失去了大部分的维生素 B1。如果每天只吃白米饭作为主食，
很难的满足维生素 B1 的需求，容易出现缺乏症。白米饭是一种高 GI、高亚硝酸盐、低维生素 B1 的主食，长期过量的食用或者只食用白米饭，可能对我们健康有不良的影响。建议适量食用米饭，同时多搭配蔬菜、水果、肉类等，保持饮食均衡。如果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调整饮食结构。3. 精白面包，炎症过敏、抑郁的诱因。面包是西方人最常吃的主食之一，也是很多人喜欢的零食之一。精白面包是由精磨小麦粉制成的，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种精白面包也有很多的危害。首先，面包中含有较多的谷蛋白。谷蛋白是一种小麦中特有的蛋白质，它可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韧性。但是谷蛋白也是一种致敏物质，它可以引起人体的免疫反应。对于一些对谷蛋白过敏或者是不耐受的人，吃这种面包会导致肠道炎症、腹泻、腹胀、皮疹、关节痛等症状。而且谷蛋白还可以通过血液脑屏障影响大脑的神经递质，导致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等的心理问题。精白面包的糖分含量较高，容易导致血糖水平上升，长期食用可能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在加工的过程中，大部分的纤维素都被去除了，而纤维素对于维持肠道的健康、预防便秘和降低某些类型的癌症的风险非常重要。一些研究表明，长期的食用精白面包可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为了提高面包的口感和保质期，一些精白面包可能会添加一些人工添加剂，如防腐剂、漂白剂等，这些对人体的健康也是有害的。因此，虽然精白面包口感好，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考虑，应该尽量的少吃，或者是选择全麦面包来替代。4. 面条，胆固醇、钙流失、骨质疏松的催化剂。面条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主食之一，也是很多人认为最方便的主食之一。面条中的成分主要是小麦粉，可提供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而碳水化合物在体内被转化为葡萄糖，提供能量。然而，过量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会使得血糖水平升高，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面条的热量也较高，每100克面条的热量大约在350卡左右。如果你的饮食中经常包含面条，而且没有足够的运动来消耗这些热量，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面条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其他的营养素含量都比较低。如果经常的以面条作为主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此外，面条中含有较多的磷，磷是一种矿物质，由于血液中的磷会跟钙结合，如果磷过高，就会影响钙的吸收，进而影响到骨骼发育、血压调节、神经传递等。尤其是对正在发育的儿童，可能有骨质疏松风险的老年人更需注意。有时体内的磷含量过高，也会感到疲劳、呼吸急促、恶心、呕吐、睡眠障碍。而面条中的磷主要来自于面粉中的添加的泡打粉和碳酸氢钠等的发泡剂。一般市面售的面条每100克就含有约200毫克的磷，如果每天吃2碗面条，就已经摄入了800毫克的磷，占推荐量的 80%。 如果再加上其他含磷较高的食物，就很容易超标。虽然面条是一种方便快捷的食物，但是为了保持健康，我们应该适量的食用，并且尽量的选择全麦或者是其他富含膳食纤维的面条，同时搭配蔬菜、肉类等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2. 如何的选择健康的主食？选择健康的主食，首先要看其营养成分，选择富含膳食纤维、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主食。我们可以把主食的概念切换成碳水化合物，要尽量的少摄入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米饭、馒头等，巧搭配杂粮、薯类、杂豆类食物，血糖生成的速度比较慢，同时又富含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
植物化学成分，是比较优质的主食选择。建议选择主食时种类尽量多一点，做到粗细搭配，同时兼顾食物的多样性。2. 善烹饪。全谷物和杂粮由于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口感往往不佳，对消化吸收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咀嚼能力和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来说，要注意主食加工时的适口性，尽量的选择粗粮细做的烹饪方式，并采用少食多餐的进餐方式，防止过多的刺激胃肠道。馒头、白米饭、面包、面条这4种常见的主食都有各自的危害，它们都可能会导致我们患上各种的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癌症、骨质疏松等。这些慢性病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增加我们的医疗费用和死亡风险。因此，我们应该尽量的少吃这些主食。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主食的摄入量和搭配方式，不要过量或者是单一的吃主食，而是与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等其他食物均衡的搭配，形成一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远离慢性病的困扰。你平时吃什么主食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